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维艺术录。8月20日，首个中国3A 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迎来全球上架。根据国游畅销榜统计，截至20日，其在 Steam 上已售出超过300万份，加上 VGame、Epic 和 PS 平台，总销量超过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官方媒体如四川观察、浙江经视、江西新闻等100多家官媒，在工作日期间也开始直播打黑神话。新华社也从8月18日起连续3天下场，在哔哩哔哩上播出对话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甚至将这个游戏定义为用世界品质讲中国故事。看起来，黑神话悟空似乎被当作文化出海的国家战略之一。全国官媒统一行动，以举国体制进行宣发。那这次宣发到底花了多少钱呢？黑神话创作公司游戏科学第3大股东英雄互娱于2024年1月和2022年3月披露，分别向游戏科技公司支付2000万和1亿元，共计1.2亿元作为游戏的宣发费用。数据显示，黑神话在 Steam 平台创下最快热销第1和最高220万玩家同时在线的记录。但在游戏购买者中，中国本土玩家占了 88.1%， 如果算上全球华人，差不多 90%， 而真正的外国玩家仅 10%。北京时间8月21日早上5点半显示，黑神话从热玩榜第1名掉落第4名，因为此刻中国玩家正在睡梦中，这也佐证了上述数据。不过，一边是赞扬黑神话作为中国首款3A 大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一边是游戏主创团队因为过去的言论被曝光，被指歧视和侮辱女性，遭到部分女玩家的抵制和谴责。但是这些抗议被很多人扣上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大帽子，甚至谈论尊重女性和女权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入侵。那么黑神话主创团队游戏科学究竟发表了哪些言论，引起了这场越演越烈的性别歧视的争议风波呢？游戏科学的前身团队共有7名核心成员，他们一起在腾讯开发了一款名为《斗战神》的游戏。在2014年的腾讯年会中，团队制作了一个 MV， 调侃游戏被关闭后，团队的男员工成为色情片导演、成人片男演员及强奸犯，而女员工则被描绘为夜总会陪酒女和足浴店员工。而在2015年，游戏科学发布的几张招聘海报，在图片中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工具进行性暗示，下面的文字中也暗含着对女性的恶意和侮辱。很难想象这是一家游戏公司的招聘广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家非法地下嫖娼俱乐部，专门往平价旅店门缝底下塞黄色小广告，吸引嫖客。游戏科学创始人之一兼主策划冯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谁谋杀了我们的游戏》的长文，深入探讨了中国游戏开发的困难。冯骥在文章中将失败的项目比作死婴，并说10月怀胎，胎死腹中，还把其失败的原因比喻成精子不够强壮、怀孕期太短、婴儿缺乏营养、负责剖腹产的医生技术低下。而在2020年，在黑神话预告片发布不久，冯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言论，本来是他对视频质量不好的自我批评，却在多处使用了充满性暗示的表达，包括他随后在杨奇微博下发表的评论，都显得他过于粗俗和下流。上面提到的杨奇是游戏科学创始人之一兼主美。在2013年，他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前面提到要迎合女性玩家，就要做极其简单的休闲、购物、养宠物、花美男、男同性恋游戏，还说男性和女性玩的游戏因为生理条件完全不同，男性梦到的是手持重机枪到处扫射，女性梦到的是让朋友们嫉妒的名牌包。
并声明他们的游戏不需要女性玩家的反向带动，就是做给爷们儿的。这里反向带动是指早期网游是强社交设计，你要是团队合作，这就是避不开的。游戏商家为了赚钱，先吸引女玩家加入公会，然后被要求曝光照片，再用女玩家的照片吸引男玩家进行 PK 和社交。当时很多女玩家明明只想玩个游戏，却要面对男玩家的骚扰，甚至有男玩家装作女性进行诈骗，可谓是一团混乱。如果说前面是对他自己所认为的女性向游戏的蔑视，那后面这句就是做给爷们儿的，也直接明确地表明他的游戏就是做给男性的，与女性无关。显然他也并不了解女玩家对游戏有什么样的需求，他对女性的看法充满了男性视角的偏见，或者说是男性幻想中女性的样子，甚至还因为性别不同，把不同类别的游戏玩出了高低贵贱。文章最后还总结到，为了做出阴柔的游戏，他需要穿丝袜吊带上班，泡菊花茶，并在桌上放一个加湿器。不知道那些参与开发休闲游戏的男员工和玩休闲游戏的男玩家看到这里，会不会感觉被捅了一刀？明明休闲游戏和动作类型游戏只是不同的细分市场，可是这位游戏主美却是以男女来区分不同的游戏类别，不仅不专业，还很可笑。而游戏科学技术美术戴威于2023年8月20日在知乎社区中扬言，黑神话中的女蛇妖再多看看就能冲了，虽然蛇脖子暂时不习惯，但也不是不能培养。从以上游戏科学几位创始人的言论中，不难窥见，这个团队不仅有厌女情节，并且对女性充满歧视，爱开女性黄色玩笑。即使在他们的一系列言论被曝光后引起很大争议，他们也依旧保持沉默。可能黑神话一上架，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锅满，不需要更多的女性玩家来购买。而一些已经购买的女性玩家在了解到他们过往的言论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吞了只苍蝇般的恶心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主创团队和游戏分开来看的。不过已经能看到一些女性表示，原本想支持国产游戏，但是看到主创团队侮辱女性的言论后，决定不买了。而游戏科学的支持者则在极力淡化这些言论的严重性，强调黑神话会提升中国在全球游戏产业中的地位。甚至有些人评论说，黑神话和3A 游戏根本不需要女性玩家的参与。还有一些媒体将女性抗议游戏科学团队歧视女性的言论混淆为女性对黑神话游戏的攻击，用心相当险恶。同时煽动男性，让他们认为维护黑神话攻击女性就是维护他们所谓的尊严。而游戏科学团队一直保持沉默，除了他们认为自己没做错外，也许也希望这样激烈的争议持续下去。因为比起来靠喜欢游戏为其花钱，和让男性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购买游戏，当然是后者更容易。而黑神话游戏和部分男性都变成了这场风波中被利用的棋子。同时，如果有人对黑神话游戏有批评的声音，也不敢发出来，因为怕被到处乱咬的男粉丝们无差别攻击。而在黑神话全网爆火后，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类似黑神话男性购买力的震撼揭示的文章，并且声称据统计，黑神话购买人群中男性用户占比高达 85%， 且平均消费额远超女性用户。就是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毕竟各大平台都没有强制性要求填写性别。不过当女性购买衣服包包时被批评是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而男性购买游戏时却被赞扬成强大的购买力，这双标的不要太明显。就是不知道女性购买游戏主机 PS 游戏周边时到底是消费主义还是强大的购买力。面对这一提问，他们都保持了沉默。而黑神话的爆火也带动了周边产业和联名产品，
其中动作极快的瑞幸咖啡率先推出了黑悟空咖啡腾云美式，卖出10万多杯，导致系统崩溃。随后，瑞幸 CJO 杨飞在朋友圈表示，男性购买力颠覆认知。可是他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透露任何数据，只是跟随网络上的舆论罢了。而在以前，女性喝瑞幸咖啡被男性嘲笑是拜金女，虽然最便宜的咖啡一杯只有9.9人民币，而现在被认为购买9.9人民币的腾云美式的男性却被大赞男性购买力，可见他们对女性的恶意到底有多大。而那些将女性对主创团队所作所为的抗议诬陷成是与境外势力的勾结，换句话说，就是女性不接受被侮辱和歧视，就是要破坏黑神话在国外的形象。原来他们也知道歧视女性会破坏游戏的形象，更有甚者，趁机开始抨击女权主义，认为这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面对对女性的打压、侮辱、歧视，女性不能反抗，反抗就是搞意识形态。不得不说，这场游戏的爆火又一次将隐藏在背后的男权社会的丑陋揭露了出来。女性长期得不到尊重，为自身权利提高的抗争道路遥远且艰辛。而对女性的不尊重和歧视不仅仅出现在黑神话的主创团队中，早已经是整个游戏界的顽疾。经常玩游戏的人不难发现，游戏中的女性角色都是永恒少女。虽然游戏角色形象是虚构的，但其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基础。现实的老年群体中，女性比男性多，因为女性平均寿命更长。而在男权制的审美里，中老年女性从来没有一席之地。年轻貌美依然是对这种性别秩序对女性身体提出的要求。在这些游戏中，女性的身材总是纤细苗条又前凸后翘，与男性角色相比，明显缺乏身材多样性。女性角色被极度性化，穿着毫无防护价值的盔甲，在战场上应该被保护的胸部和大腿永远都要露出来。他们总是被反派掠走或杀害，作为被动的孱弱的受害者，为男主人公提供营救或复仇的契机。而邪恶的反派则由女性和怪物融合而成，且突出他们的性特征，甚至将其强化到令人不适的观感。举例来说，国内大热的游戏《王者荣耀》在呈现女性形象时，角色衣着往往十分暴露。钟无艳穿着比基尼，不知火舞，衣不遮体，嫦娥的裙子过短且没有打底裤，哪怕是外表上看起来明显还未成年的小乔也是衣着暴露的。从这些穿着暴露、夸张的前凸后翘的未成年少女和年轻女孩角色形象中，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女性角色的存在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满足男性玩家的观感需求，而游戏中所有的中年和老年形象都是男性，无一女性，且男角色的身材高矮胖瘦都有。另一边，游戏中的女玩家也一直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困扰。女玩家经常被认为游戏水平低，对他人依赖性较强，事实却是玩得好的女玩家和玩得不好的男玩家都存在。游戏内部有一种说法叫做带妹，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女玩家需要男玩家的带领。游戏群体中还有不少人认为，女玩家会更多的使用辅助类型的角色，作用是保护友方，缺少直接和敌方对抗。总结来说，对女玩家依旧存在着性格好、支持他人，但游戏水平差、属于从属地位的男权制下的刻板印象。游戏中女性角色是男性幻想中的女性，她们是年轻、柔弱、身材夸张、穿着暴露的纸片人。而女玩家则是现实中的女性，她们什么年龄都有，喜欢组团队打 BOSS， 为游戏氪金装备，享受游戏游玩的乐趣。所以男玩家会被游戏的女角色吸引，却批评女玩家能力差，甚至拿女玩家开黄色玩笑。
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不了被女玩家打败，觉得丢脸。求胜心切会让他们变得更加敏感，更喜欢拿各种侮辱性话语攻击女玩家。而在这次黑神话的风波里，主创团队侮辱女性的言论是引爆点。这些年，女玩家在游戏界感受到女性歧视和厌女情节，则是这场舆论风波的助推剂。而男玩家愤怒反击的3A 大作不需要女性玩家，本质上是男玩家对女性越来越多进入电玩圈核心的焦虑。3A 主机等标签往往与更多的枪战、凶杀等高度暴力情节挂钩，对操作快节奏和高精度的要求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展现。而当女性出现在这里，甚至比他们打得更好，这是部分男游戏从业者和男玩家们都不能接受的现实。而另一方面，游戏界将女性向游戏圈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一边嘲笑其缺乏游玩性，一边不愿意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发和创新，完全体现出游戏界对女性向游戏的傲慢与偏见。女性向游戏被狭隘地定义为消除融合、休闲换装、女尊成长、拟真养宠、乙女恋爱、群像育成、偶像养成7个种类。简单来说，就是休闲恋爱和养成类游戏。这些游戏大多玩法单一且局限，且同质化现象严重，可玩性很差。传统的换装、模拟经营类已经无法再满足新一代女玩家的需求。重复的操作、简单的画质以及直接的奖励机制很难再让玩家获得深层次满足。即便是过往受欢迎的剧情互动类游戏，也不再是吸引玩家的焦点。在乙女游戏中，女性渴望的是稳定可控的亲密关系，以及评价和挑选他人的主动性。在经营模拟类游戏中，女性渴望的是拥有自己生产力，能构建自己的商业世界，哪怕那是虚拟的。而在人设更加鲜明的大女主游戏中，女性所需求的则是战斗力和权力。而根据201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5亿人，其中女性用户规模为3亿，占国内游戏用户总规模的 46.2%， 成为重要的游戏消费群体。而同时期，新浪游戏联合新浪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联手推出的中国电竞行业影响力研究报告显示，在关注电竞微博用户的性别占比中，男性占比为 50.27%， 女性占比为 49.73%， 男女用户占比基本相当。而如今已经2024年，女性游戏基本还是老三套：休闲、恋爱、养成，其他类别可谓是一片空白。竞技类、格斗类和策略类游戏非常少见。这里有市场需求，却没有市场供给。女玩家们只能一边忍受着男性向游戏对女性的歧视和一些男玩家的恶意言论，一边在男性向游戏里挑挑拣拣，满足自己的游玩乐趣。虽然不知道这次黑神话的爆火到底是中国3A 游戏的昙花一现，还是大制作游戏的开端，不过这场黑神话主创团队歧视女性的风波已经在网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甚至引来了一些男网友趁机对女性以及女权主义的谩骂和诋毁。而另一边，女玩家也终于敢于站出来向游戏界歧视女性的传统抗议，这对于女性在游戏界争取话语权来说也是很大的一次进步。而对游戏科学团队来说，你当然可以说这款游戏仅靠男性的购买力就足以支撑，但游戏市场不是封闭市场，只要游戏在市场上一天，主创团队就要面对来自女性的真实声音。你可以不需要女性，但女性不接受你的歧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收藏哦，感谢你们的支持。